今天中国经济正在发生一连串震撼的崩塌，高铁停运，房市崩塌，普洱雪崩，茅台跌破1000元，这些事放在一起，完全就是中国奇迹的反面教材。问题是，这是暂时的低谷，还是一个时代终结的开始？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王真。先说最夸张的高铁，曾经被吹成国家名片的高铁，如今居然在各地接连停运，不是维修，也不是升级，而是没人坐，养不起。今年初，甘肃临夏州率先宣布，每天2趟高铁直接停运，理由很官方，说客流不足，但临夏只是个开始。接下来，四川宜宾西、贵州郴州、湖南郴州、安徽阜阳、河南濮阳、黑龙江佳木斯一个个小城市的高铁站从缩班到干脆停摆。更离谱的是，很多铁路局连公告都不发，直接在官网上把车次下架，媒体也不敢大肆报道，对外用了个漂亮的词优化运营，但事实上就是躺平停运了。为什么呢？因为高铁本身就是个巨大的债务黑洞，修1公里高铁背上的是1.2亿人民币的债务，一条200公里的高铁线路就是240亿负债，之前靠票价根本回不了本。因为人流不足，周边招商也是空城一片，结果就是小城市砸锅卖铁修高铁，站点建起来了，却没人来。你能想象一座几十亿的高铁站，一天一个乘客都没有吗？广西崇左的高铁站就是个例子，每天只发1趟车，站里工作人员比乘客还多，而高铁停运的后果也很糟。在广西柳州，高铁停了，农民工去南宁要改坐中巴，原本1小时就能到，现在3个小时还得转2次车，票价还翻倍。在贵州六盘水，一对父母带孩子去省城看病，结果没车，只能走3个小时去临近城市去坐车。如今各地高铁的多米诺连环爆的故事，清楚地说明，当局干高铁的第一考量不是民生，而是政绩。当年大干快上修高铁，只是为了卖地炒房拉 GDP。如今没人坐车，地方财政都不住，维护成本压力超高，只能关门。现实的数据很残酷，中国高铁总长度已经超过4万公里，但中国铁路总公司2024年底的债务就突破了6万亿，加上地方政府和铁建体系的隐性债务，早就超过了30万亿。这些钱谁来还？中央钱紧不管，地方政府没钱，结果就是一座座高铁站变成空壳，甚至沦为鬼城地标。所以曾经被当局捧上天的国家名片中国高铁，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债务黑洞，成了摆在那里的当局的政绩纪念碑，吹牛皮撑脸面的谈资。那么问题是，如果连高铁这张国家名片都陷入了停运潮，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过去10几年的基建奇迹其实是一场债务泡沫？未来会有更多城市被高铁带来繁荣，还是被高铁拖累呢？你怎么看呢？请在留言区聊聊。下面我们要聊的是房市，如今也已经是千疮百孔。前有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大暴雷，历经5年努力挣扎和扩张，也没能再回归风光。8月25号，曾一度市值超过500亿美元的恒大，在香港股市被摘牌，结束了超过15年的股票交易历史，这标志着中国前最大房地产企业的黯淡里程碑。另一房地产巨头碧桂园8月22号也发布警告，半年时间里预亏损215亿元，再折射整体中国房地产行业极度低迷的严峻现实。到8月20号，沪深两市的上市房企中，已有71家发布半年度业绩报告，其中45家预告亏损，占比高达近 64%。 在这场寒冬中，最近出现了一个新迹象，值得说一说。上海宣布放宽住房限购政策，在8月26号正式上路。放宽限购听起来很照顾刚需，但网上很多声音说，这政策根本就是无感。
因为普通人缺的不是房子，而是钱。房产博主小薇直言，这政策的核心逻辑就是鼓励富人去置换房子，外环以外放开限购，真的会让普通人冲去买吗？不太可能。反而是那些已经在市中心有2、3套房的有钱人，现在可能会去外环外再买个别墅当度假用。他说，就像政府鼓励多生孩子，还给点小补贴，但是有几个人真的去生呢？这次外环外放开限购的效果其实跟那个差不多。上海开放住房限购政策背后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外环外的库存房太多了，控制率已超过红线，很想办法出清。然而现实是，刚需的买不起，中产的不敢买，唯一还有一点出手能力的只剩少数有钱人了。事实上，北京在8月初也放宽了5环外的限购，看得出来，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已经不约而同地把目标放在了金字塔尖的那群人。不过更大的背景是，中国整体经济在持续恶化。上海7月底还推出了商务楼改为住宅楼的破冰政策。为什么突然对商务楼松口？因为办公楼的空置率已经爆表了。上海甲级写字楼的空置率接近 24%， 深圳更夸张，可能突破 45%。 按照行业标准， 20% 就是风险红线，一旦超过就会掉进恶性循环，租金下跌，投资回报下降，资产贬值。说白了，办公楼盖太多，根本租不出去。为什么会空置？这背后反映的其实就是中国经济的衰退，很多外资企业撤退，国内公司裁员缩编，需求大减，经济不景气，企业自然不需要那么多办公空间，结果就是大批写字楼空着。所以现在政府不管是放宽住房限购，还是给商务楼找买家，核心目标都是一个，想把这些堆积如山的空置房清掉，防止压在手里资金回不来，金融风险加速爆发。问题是，如今老百姓根本没钱买房，商用房的空置率也已触及红线，这两相叠加，反映出无论是商用还是民用房地产，其实都已经跌到冰点。接下来我要聊的可能是让茶友们心惊，普洱茶崩了。最新消息，中国普洱茶价格跟高峰时期相比，普遍暴跌了 80% 以上。大家还记得吗？2017年一饼大益轩辕系列茶大概7万元，2021年炒到将近188万元，那时候几乎就是一片茶叶1克斤。可到了2025年，价格下跌到只剩38万元，很多品种直接被打骨折了。15万元的茶现在只卖1万多元，7万元的现在几千就能买到。不仅是价格崩跌，整个市场也跟着垮。广东芳村市场被称作是全国普洱茶流通的晴雨表，如今惨况空前。据说普洱茶商家9成关门，曾经一票难求，转让费炒到500万的店面，现在白送都没人要。甚至有人拍影片说，整个茶城 90% 都是空的。更惨的是那些普洱藏家，有人当年抵押2套房，花了400万买茶，现在价值只剩60万，背上了700多万的债务。有人跑路，有人跳楼，这波崩盘真是血本无归。企业端也撑不住了，号称普洱茶第一股的澜沧古茶2024年竟亏损3个亿，上市才2年就陷入雪崩。官方解释原因是市场复苏慢，电商直播冲击，还有白牌产品抢份额。但说到底，消费不行了，产能却还在疯狂扩张。可以看到，这一切背后其实都指向2个词：消费降级加供需失衡。中国经济衰弱，老百姓捂紧钱包，房子都买不起了，还谈什么几十万、上百万的奢侈茶？而另一方面，产量早就严重过剩，仅仅东莞民间囤的普洱茶，据说30年都喝不完。有人更夸张地说，就算云南停产，广东芳村的库存就能让中国人喝10辈子。这种供需错位，最后导致了价格雪崩。当初被资本炒上神坛的天价茶，如今跌得比白菜还惨。
我们聊完了普洱，再来关注中国白酒之王茅台，也从一瓶难求到打折甩卖，价格暴跌。8月25号，官方建议新款茅台1935零售定价998元一瓶。自2022年上市以来，这款茅台一直挂着1188元的官方标价，没想到这次终于守不住1000元大关了，因为市场价早就一路跌破官方价。线下专卖店700元上下，电商平台100亿补贴后甚至600元就能买到。就连茅台自家的官方 APP 爱茅台也把茅台1935当成唯一打折销售产品，折后818元一瓶。你没听错，官方都开始自己打折了。新款上市后市场反应惨淡，京东预售只有1件，抖音平台卖了10件，根本没掀起水花。更有趣的是，专卖店员透露，新款和旧款在酒质上其实没差异，只是换了个包装，美其名曰升级，目的就是想促销。另一边，经销商也不好过，批发价大概680元，零售价700元，卖一瓶才赚20元。这跟过去茅台等于暴利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从数据看，贵州茅台上半年财报显示，新款茅台的酱香系列营收137亿，听起来不少，但增速只有 4.69%， 比过去每年 25% 的高速增长明显放缓。换句话说，消费者的热情正在快速整体降温。朋友们，从高铁停运到楼市松绑无感，再到普洱血崩、茅台跌价，这些看似分散的故事拼在一起就是一句话：中国经济的繁荣神话正在加速破灭。这不是某个行业的问题，而是全局性的消费不起、信心消失、债务堆积。那么中国经济的黄金时代真的已经走到头了吗？还是有可能救回来呢？你怎么看？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